皮肤雪白，眼妆浓黑，嘴唇鲜红。早些年的日本横滨总是晃荡着一个幽灵。她当过美军宣泄物，做出站街女郎。从24岁到83岁，每天都手持玫瑰，等着自己的情郎。有人叫她艳艳小姐，有人叫她横滨玛丽，甚至还有叫她皇后陛下。究竟一个买春的为何深受日本人民尊重，又为何会令听闻者统统落泪呢？本期影片，猫爷就和大家聊一聊日本最老风俗女西冈学子的传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1945年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国内经济全面崩盘，人民生活也陷入了谷底。西冈学子的父亲因为战乱丧生，而他的弟弟为了独吞家业，更是将学子赶出了家门。一天，流落街头的他发现了一则招聘广告，上面写着做时代女性，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职员，高收入，包吃住。学子不明真相，立刻报了名。她面容姣好，能说英语，会弹钢琴，很快就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，怎料迎接他的却是万丈深渊。学子被派遣到了一个专门给美军提供特殊服务的机构，名字也改为了玛丽。和其他妙龄少女一样，她被监禁在屋子里，没日没夜地遭受欺凌。最惨的时候，玛丽一天就要接待55位客人。后来媒体披露，舆论谴责，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关闭了交易场所。玛丽和成千上万的同行一样，被赶到了街上。他们没有谋生能力，处处惨遭嫌弃，所以只能继续从事风俗行业，化浓妆，穿暴露衣服。这些退役女郎站在街头招揽客人，为的不过是一点收入。玛丽和他们一样，但又不一样。她身穿洋装，头戴礼帽，仿佛一个优雅的贵族小姐。在一众胭脂俗粉里，玛丽的气质和学识都遥遥领先。很快，她就成了关西一家风俗店的头牌。然而，无论玛丽看起来如何优雅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年轻美丽的肉体背后，早就藏着一颗腐烂的心。直到她的出现，仿佛又点燃了玛丽生命的光亮。他是一位美国军官，同样被玛丽清冷的气质所吸引。他带着真诚向玛丽走去，蓝色的瞳孔里满是塞不下的爱慕之意。他从来不介意玛丽的身份，和玛丽在一起的时间，他笑得干净明亮，让玛丽都忘记了屋外还是一片兵荒马乱。他们一见倾心，相谈甚欢。玛丽一生凄惨，这位美国军官也经历了亲友的丧命。两个历经苦难的人在乱世里互相取暖，自然而然，他们便相爱了。这样美好的日子只维持到了1961年，从前线回来后，军官就要回美国了。这对恋人在码头依依不舍地道别，他们拥吻直到开船的鸣笛声响起。军官贴着玛丽的耳朵说着：“我一定会回来娶你。”玛丽摸着手里的戒指，哭泣着点头：“我会在这里等你，一直等你。”这一等便是50年。然而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玛丽辗转在横滨的各大酒厂，她曾挂牌在横滨最负盛名的风月场所根岸家，纸醉金迷的红灯区依然没有改变特立独行的她。她很少与他人交谈，礼貌但生疏。正因为她的与众不同，大家都称呼她为皇后陛下。直到1980年，根岸家倒闭，房屋建设被大火摧毁，玛丽也失去了留身之处，只得在街头四处站街维持生计。为了能让军官回来后找到自己，玛丽脱下洋装，换上衣服，把脸庞涂得雪白，把眼影画得乌黑。她以最醒目的样子留在两人分别的地方，可群众却对她避之不及。玛丽去茶馆喝茶，客人会因为不想和她用一样的杯子而嫌弃；去旅馆住店，老板会因为不想其他顾客投诉而驱逐。政府也觉得她丢人现眼，损害城市形象，因此玛丽整整被警察带走了22回。但每一次出来，她都抬头挺胸，骄傲地做着自己。沦为风尘女子并非她所愿，但事已至此，玛丽也有着自己的尊严和坚持。有一次，她去化妆品店买美白粉，老板不仅给她推荐了军官喜欢的味道，还邀玛丽一起喝茶。但她为了不影响人家声誉，竟然选择了当众拒绝。她没有固定的居所场所，白天累了就坐在大厦里休息，那把她专属的椅子上还用中文写着“我爱你”。晚上累了就躲进楼道间，2个板凳一拼，就成了她一年四季的床。后来，玛丽又做起了电梯小姐，
她毕恭毕敬地帮客人按电梯，消费给的多的，玛丽还会在逢年过节给对方寄去小礼物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1年，玛丽遇到了生命里第2个重要的男人源次郎。他们在一个黑猫酒吧里邂逅，那时候的源次郎正在舞台上演唱，一个同性恋歌者和一个年老的风俗女郎，两人相见恨晚。源次郎是一位身世同样凄惨的女装艺妓，在东京攒了一笔钱以后，在横滨开了一家黑猫酒吧。这个奇装异服的玛丽一进门便吸引了源次郎的注意力。源次郎因为年幼，曾经大骂母亲是无耻的风俗女，导致和自己母亲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看到玛丽，让源次郎想起自己的母亲，于是不自觉把对母亲的愧疚和遗憾都弥补在了玛丽身上。源次郎像对自己母亲一般对待玛丽，而玛丽也竭尽全力对源次郎好，两个人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关系。玛丽会带上一束鲜花去酒吧听源次郎唱歌，但无论两人关系有多亲密，玛丽还是没有接受过一次源次郎的钱。可惜4年后的冬天，横滨的街头下起了一场大雪，大雪消失后，玛丽也消失在了横滨街头。那个风雨无阻也会出现的玛丽就这样消失了。那些对她嗤之以鼻的人开始交谈她，横滨当地的报社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她就这样人间蒸发了。大家还有些不习惯。源次郎寻找了6年，才得知玛丽去了养老院。74岁的玛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给源次郎写了一封信：如果还有30年，我一定做个好老太太。而此时的源次郎早已罹患癌症，在2001年出院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去玛丽的家乡见了玛丽一面，给玛丽唱了那首他们初次见面的歌。此时年迈的源次郎早已没有当年的嗓音，可是每唱一句，台下的玛丽眼睛都变得越发明亮，噙着泪水，优雅地在下面鼓掌。现在的玛丽早已不是当初的玛丽，她已换下了当年那些奇怪的服饰，用回了她的真名西冈学子。此时的她俨然是一位慈祥端庄的老太太，完全感受不到前50年的风尘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。唯一不变的是她手指上的翡翠戒指。等到演出结束，他们在后台紧紧地拥抱，像孩子般勾过手，只约定要一起活到100岁。西冈学子终究没有等到要娶她的将军，可她却拥有了亲人一般的源次郎。2004年，源次郎去世。2005年，西冈学子也相继去世。临死前，西冈学子脸上挂着笑容，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，他终于用自己的名字过上了自己最想要的生活。他不再是横滨街头人人害怕的午夜鬼魅，他终于属于他自己。西冈学子去世后，各路媒体开始纷纷报道有关于西冈学子的消息。人们得知他的遭遇和执着，都对当初对他的态度感到羞愧。西冈学子是一名风俗女，可她只出卖肉体，没有出卖过灵魂，成为一个高雅的、受人尊敬的风俗女。而这个世界有太多看起来体面的人，背后却干着龌龊的事。西冈学子是一名慰安妇，饱受了美国大兵的摧残，可还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，奋不顾身地爱上了一位美国军官，为他苦苦等候了50年，无果也没有怨言。西冈学子的身体不纯洁，但她比很多人都更纯粹和热烈。她为了生计被政府欺骗和利用，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肉体，又被当作柳絮洒在了横滨的街头，饱受了别人的冷眼和嘲弄，却依然努力地有尊严地活着。西冈学子没有小孩，却在晚年成为了别人的母亲，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同性恋歌者成为了真正的亲人。即便在年轻时候被自己亲弟弟抛弃，他依然带着希望拥有爱人的能力。而那些未被报道出来的慰安妇，不知在什么地方窘迫地生活着，甚至到最后连一个姓名都不曾出现过。我们无从知晓，如果当初没有看到那个广告，西冈学子会过上怎样的人生？可又有几个人能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做到他的坦然和宽容？谁又能像西冈学子一般等待自己心爱的人50年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